代表着精准与细腻。正手挑球与勾对角将是今天的主要诊断对象。发烧友前来问诊，赵建华教练手到病除。我叫杨俊，打羽毛球呢，大概也是2年的时间吧，也就。我以前呢是练过田径，在北京田径队。我就是觉得我在羽毛球上面呢，应该有一个很大的提高，所以呢，借这个机会呢，我就来学习一下。我听说您以前也是运动员，对，是做什么项目？田径。田径是吧？啊，那田径这个，撑杆跳应该柔韧性会很好吧？啊，技术还可以。技术，应该是。所以应该你因为做运动都有互通性嘛，你先活动一下，好吧？好。那到时候有什么问题就尽管提好了。行。好。好。哎呀，对不起。握拍放松一点。哎呀，没事。就是说握拍放松啊，握拍放松，那拍子不是出去了吗？不会出去。哎呦，一放松就不行。那你再紧张一下呗。好球，哈哈。行，停一下吧。我感觉上哈，后场这个发力相当不错。真的就是有点专业啊。谢谢。当然了，就是有一点不足，就是说一旦一跑动，那个击球点没有的时候，那球就打不出来了。所以这个主要一个问题就是你的步伐。所以你的步伐，它影响到你寻找一个好的击球点。对，其实我觉得我的步伐挺好的，可是就是一打球的时候吧，就比如说打到前场了，我能过来，但是一打到后场我就因为你没有连续性，你没有连续性啊。你觉得好，但作为我们来讲，应该就是算比较差的啊。所以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在前半场，总的来说你握拍握的比较硬啊。然后这个前面呢也比较就是这个前面，因为往前应该女孩子会比较好一点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是一个比较细腻的活，所以应该往前是女孩子的强项。但是说刚才看到你呢，就是说会显得比较硬一点。那么我们先从这个往前开始讲一下吧，好，然后我们再讲一些步伐。行，好。往前主要是这样。一个动作方面放松一点，放松一点。你刚才就是传的比较紧拿拍这样是没问题的，放松一点，比如说你要放网其实这样碰它一下就可以了，然后就是这力度一到往前，我就不知道应该怎么着，它就特别硬。你呢球呢没有一个方向，就是说你想打哪儿，你现在我的感觉就是你没有这样一个，你好像把球打过去就行了，但你要打到什么地方，你有没有这个要求？就是给我的感觉有点不明显。就从正手开始教，好不好？挑球要注意几个就是要领，就是说这个手腕很重要，因为你不能完全靠这个小臂去打这个球就没有球速度，球的速度在于这个腕力这个，所以这个腕力呢，其实尽量你能够往后。这个往后一点，这个力量主要是从这儿到这儿了，这个手腕的力量就是从这个到这儿，从上面往前，所有的力量就是主要在这一瞬间。开始的时候放松，好像最后对，就是你放松，你像我这样的话，就是说他拍的也不会掉的，你不要说刚才你说哎呦我放松好像拍的会丢出去。我怎么觉得最后一使劲的话，就连大臂都特别使劲。其实后面2个手指能够抓住就好了，它不会飞出去。然后我就说这个手腕可以有一点转一下，这样出去。
转一下就是一种惯性一样。力量主要是在这个地方要起来，给它要有个这个，哎对，好。然后挑球就要注意落点，比如挑直线，还有挑对角，所以练的时候就要有一点目的性。要对角就是拍面转过来就可以了，好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一个就是人身体不要倒，像这个球，不要跟身体啊，球对对，这个你球主要是在这个地方，还有一个等一下，就这样，放松放松啊，所以击球点要稍微低一点，从这儿出去，力量不稳的，好，放松，狠一点，对，没事儿没事儿。快一点，好，声音不够干脆，哎，对对对，好，行，感觉怎么样？挺好的，我看起来会比较舒服一点。对比刚才感觉就舒服多了。感觉上也柔和了，也柔和一点。对啊，所以这个听的那声音都不一样。对，所以这样声音对我来讲还不够集中。啊，你应该还可以做得更集中，因为其实你在后场，我刚才看了，那个算比较集中的。啊。道理是一样的，你看你后场那个，啪有个这样，这个往前其实也有个这样。就说我要是在平时练的时候，怎么能让它放松一点？对，放松一点啊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可以做一些，在你这个身体前面做一些这个。就平常的时候。对对对，啊，这种是一种放松的方式。画八字儿。对对对，这个八字其实你看上去好像在画八字，其实这个跟打球是有关系的。现在简单讲一下，比如说你要打一个挑球一样的，那它这个其实是这样挑出去的。那这个跟八字是一半在这里面了。对。啊，这个就挑出去了。啊，那反拍也一样的，你看。你要打这个球也是这样出去的，所以这个八字是在打球的一个。你如果这样做得很舒服，这个球就出去了啊，这个球也出去了。比如说正手这个勾对角，那这里面就牵扯到就是说，握拍手就要注意一点啊。然后勾的呢主要是一个这个拍面，拍面的控制，然后这个力量主要就在这个地方，啊，就在这个地方。就等于我拇指不用发力是吗？拇指不需要了啊，这个是还是手腕？食指需要。食指啊，食指你看，但手腕还是一个支撑的。放松，点它一下啊。放松，不要用很多力，轻轻的这个点它一下就好了。放松，点它一下啊。好，放松，点它一下，轻轻一点它就可以了啊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要注意这个球呢，就是说你过了来的时候，不要说你一打那个球就过啊，这个球它就会比较远。所以尽量这个球呢，要从这儿或者再远一点过网才行，所以要有这样一个要求。你不要说我勾对角一过，你这样过的话，那个球的走势肯定会比较远的。点它一下，不敢做，敢一点，不要怕。哎，对对对，不过网就不过网嘛，对不对？现在我不是说你一定要把球打过去，打不过去就怎么样，没有，你不过网没有关系，你就是要调整这个拍面。比如说你这样一勾，哎呦。太多了，没有过网，少一点。你现在直接是这样过去，你看那个球能跑哪？你看这个拍面就知道球在哪。不能仰着是吧？就得这样。好，来，不够，大胆一点，勾一点，还不够。还不够。啊，要再敢一点，不敢，放松，放松，放松。来，丢，放松，放松。好。就这样行。敢不敢做？哎，对，很好，再敢一点，不要怕，我就说，哎，对了，很好，很好，放松，再敢一点，勾，往自己家里面勾一点，还不敢，还不敢，再勾，对，哎，对对对，
很好。哎，对，这个就像勾对角了。对了。啊，很好，漂亮的。好像勾得比我还漂亮嘛。谢谢。行。另外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，就是这个你场上的这个步伐，欠缺的就场上的一个速度，这个速度在场上是很重要的。我觉得我是有速度，但是我用不出来。用不出来就是不熟悉，步伐也是要多做。就是说，其实我就说步伐很多情况下就像在跑步。你这边准备好，好，球来了，接，远一点，多一步，再远一点，1、2、3，其实那这边也一样。现在比如说这个球很近，跨这个脚，你不要说很近我跨这个脚，就不顺了，你知道吧？对。因为你说这样打也可以，但回来的时候比较辛苦一点。那这个呢，你看这样回来就因为它有个身体的转换在里面，那这个球比较远一样的多一步，如果再远一点再多一步，我们都是运动员就是说尽量用脚的掌。你不要。不要全脚。这个就因为这个就没有弹性了。这个步伐其实人要有弹性，对吧？这样有点弹性。还有一个就是说，最后你要跨着这样出去哎，对，这样这样也保护你的脚。你不要说这样最后也这样，那就很吃力，会伤到这个膝关节。你要让自己有点这个弹性对，这样就会比较舒服一点。对，弹起来人，哎，对，人弹起来，对，哎，对，好的，弹起来，哎，对，弹起来，好。要注意点，就是这个，按照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像弓箭步一样，叫弓箭步对吧？就最后那一步。对。然后呢，尽量不要让这个膝关节超过你的脚尖。那为什么？因为超过脚尖，你的重心跑到前面去了，你吃不住，然后一个容易受伤，一个你的重心收不回来，它会变成这样，失去重心了。还有一个就是当你跨这么大的时候，不要这样收很吃力，跨出去这个脚更快一点，它就很容易收起。你看大，它就很容易了。大一点，对。行，看到自己的表现怎么样？是应该好好努力一下，继续努力一点。谢谢赵指导，不用客气。谢谢。好，拥抱一下吧。好，来。拥抱一下。好。嗨。